我的闺蜜柳福向周彦辰求婚了，就在我的生日聚会上。那个我曾爱了整个少女时期的男孩周彦辰，今日由我亲手促成，成为别人的未婚夫。郑兴南隔着桌子看我，冲我举杯，然后沉默饮尽。我、柳福、周彦辰、郑兴南同在一个小区大院长大，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一起。我对周彦辰的喜爱是尚在懵懂的年纪就开始的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之后就像是陷入梦魇般的不可挣脱，来去往复，撞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。高中时，周彦辰费尽浑身解数追逐柳福，然而柳福则喜欢跳舞，她想当舞台上的芭蕾女皇，而非谁感情里的公主，对周彦辰的喜欢保持着回避与疏离。高三那年，柳福在春晚的舞台翩翩起舞，周彦辰丧气难过地说，感觉柳福和他成了两个世界的人，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卑。我当时心里既心疼又有些庆幸，柳福觉得梦想比周彦辰更重要，那我就有机会了吧。当柳福冷落他的时候，我陪着他，那他总会发现我的好。我会一直在这儿的。我小心翼翼地说了半句话，既是安慰又是小小的心思，那一句喜欢不敢说出口。周彦辰笑伸手摸摸我的头，将我的头发弄乱，说我的脸圆圆的像苹果。我竭尽所能地跟在周彦辰身边，对所有事乐此不疲。因为他的喜好，我不顾家人反对和年纪的限制，用存了多年打算进行成年后旅行的零花钱，执意报名初级小提琴学习班，和一堆小自己许多岁的孩子一起练习。如锯木画墙般的糟糕练习让家人们深受折磨，直至引来邻居位的轮番投诉。可再多困难我也半步没退，亦或是赌一口气，便顶着薄雪出去旁边的公园广场上独自练习。郑兴南打着手电筒来找我，包裹着大衣坐在冰冷的石凳上，将一束光打在我的身上，让我接着练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周彦辰开始频繁地捉弄我，当众弄乱我的头发，将小刺果揉在其中。看我怎么也扯不清的着急，将小虫子从后面放进我的领口后，看我惊慌跳起来，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将胶水沾在我的鞋底，在我站起时瞬间跌了结实。每次柳福都会责备周彦辰这样的无礼，而周彦辰则笑着道歉，还会问我有没有生气。他笑起来看着我的样子，瞬间让我将一切不悦化作喜悦，说没关系，因为是周彦辰呀。那时我很喜欢一部电影，却不知晓名称，因为都是在邻居家的姐姐播放时，我隔着窗户窥探屏幕所见到的，只记得温暖的色调与两小无猜的男女主角在树下跑过，阳光正好，风暖云轻。尤其是那里面一句台词让始终记忆犹新，被奉为谶语，当一个男孩子总欺负你，那他可能喜欢你。我想这大概就是喜欢吧。周彦辰终于看到了我，所以捉弄我。直到多年后，我终于完整的看完那部电影，才知道其实电影在一开始就有揭示真相，他的名字叫他没那么喜欢你。也才知道我的邻居姐姐在那个夏天经常看那部电影，是因为她相恋多年的男友结婚了，新娘不是她。或许源于我对爱情这件事情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偏差的，所以大概也早就注定了我对周彦辰的爱慕也是从一开始就有偏差，不会有好结果。彻底从自己的假想幻梦中醒来，是在高考前我的生日聚会上。所有人举起果汁祝我生日快乐，也相互预祝高考顺利，得偿所愿。周彦辰端着点心给我，祝我生日快乐，并许诺在我吃下后会给我一个惊喜。我以为是自己的愿望成真，大口吃下食物，迫不及待听到他的惊喜。可直到我在医院醒来，也没能听到所谓惊喜，有的只是家人庆幸送医及时的后怕。我对海鲜过敏，而周彦辰给我的惊喜里就有虾。我在吃下后当场翻着白眼倒地抽搐，现场一片混乱。起初还以为是我在扮丑逗乐，还是郑兴南推开众人背起我直奔医院。我以为周彦辰是忘记我对海鲜过敏造成的意外，可直到我出院后兴冲冲去找他，想问他那份惊喜是什么时，才知道那些会令我过敏的虾就是惊喜。站在一门之隔的距离，听见自己的心落地成词，看见心头的明月黯然坠落。他真的好傻好天真，像只小跟屁虫在我后面跑来跑去，我说什么他都会信。你看，我早说了，就算我让他跳悬崖，他都跳，根本不会怀疑我。你知不知道那些虾会有生命危险？郑兴南大吼。不是有你吗？后来也没事儿呀。医院就在旁边，哪那么容易有生命危险？他只是以为你喜欢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捉弄他是想让柳福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，他居然误会成我可能喜欢他，这真是个美丽的误会，我也是无辜的。是他非要追着我，随着室内东西落地的声音，我听见两人的扭打，却不敢开门去拉劝，只敢步步后退，转身像逃离时人梦魇般拼尽全身力量沿着街道飞快奔跑，眼泪划过脸颊迅速风干，无人知晓。这样的奔跑接下来持续了4年，春风夏日，秋夜冬雪，都成为我的同行见证，以及郑兴南。我从一个小胖妹一路跑出一身肌肉线条，还在大学生运动会上一不小心代表母校跑出个全国第4。前3名的颁奖万众瞩目，身为第4名的我是没有资格登上领奖台的，甚至无人在意，除了郑兴南。他为我特意办了一个颁奖典礼，3只凳子，2只瓜果，外加一座他提前做好的奖杯雕塑，在底座上面写着赠，
赛场上的第4名，我心中的第1名。我与郑兴南时有一起去参加户外活动，偶尔会发些照片出来分享风景。周彦辰每次会给郑兴南点赞，但却不会点我的。直到某次我们一起度过中秋节时，周彦辰主动发了消息询问我与郑兴南现在是什么关系，是不是在恋爱。我写下1行字解释，可最后又都删除，选择删除了这条询问，始终没有应答。我还是会去学校附近的小公园拉琴，郑兴南依旧如从前那样拿着手电筒坐在旁边等我，从最初的难听到后来的上课，直到最后会吸引路人驻足聆听，在曲末后一起鼓掌。郑兴南也会在人群后也拼命鼓掌，事后无比骄傲地称这份成就里有他1半功劳，因为他可是我的第1个听众。放心，苟富贵不相忘，我拍他的肩，掏出刚才有人投进琴匣的零钱，请他喝奶茶。在圣诞节前，肌肉拉伤是件郁闷抓狂的事，因为原本已经与室友们半相约好一起前去香港看烟花和购物，当做大学毕业前的旅行。但最终，我只能在旅游小组群里眼巴巴祝众人一路顺风，玩得开心。极度行动不便的我在宿舍挪动，吃穿住行都成困难时，郑兴南出现在门外。我能看到他大衣里面还穿着合适在海边度假的衬衫，鞋尖的边沿缝隙里还残存热带沙滩的痕迹。你不是和朋友去海南度假了吗？我惊呼。已经去过，摸过海水，踩过沙滩，就立即回来了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我总不能久留在女生宿舍，所以暂时委屈一下，安个临时的家。郑兴南背着我从宿舍一层层向下，穿过校园时正值暖阳，我眯了眯眼，摸自己的脸颊，好像也是温暖的。趴在肩头问郑兴南一个问题：我现在这么瘦，是不是比那年送我去医院时轻了很多，更容易背了？都一样，你还是你。真是钢铁直男，都不知道要说点好听的假话。你这样怎么找对象？郑兴南笑出声，将我朝上背了些，提醒我别掉下来，继续认路向前。为了照顾我的起居，郑兴南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，每天来探望，而这套房子也就这样一直租到大学毕业。他在隔壁租了另外一套，与我成为邻居。周彦辰与柳福忽然来我们所在的城市旅游，我与郑兴南尽地主之谊接待2人。柳福知道我们是一墙之隔的邻居，就开起我们的玩笑，让我们承认在交往的事，没必要搞地下情，搬到一起住还能省房租。郑兴南笑着摇头，我则敦促柳福还是趁热吃东西，避开这个话题。快吃排骨吧，这可是郑兴南的秘制配方，做一趟老麻烦了，平时不是过节的日子都吃不到。哦，那就还是在暧昧期，我懂。柳福笑眯眯的一碗接过我捞起的排骨，我也同样给周彦辰捞排骨，俨然女主人的姿态。周彦辰则没有以碗来接，反而有些不慎地看着我回了一句，冷淡回应说自己不爱吃排骨。在4人一起出门游玩的间隙，周彦辰私下告诉我，他打算向柳福告白。这一次，他有十足把握能让柳福答应，问我怎么看。那恭喜你，追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能打动他了。我笑着回答。你是真的会祝福？周彦辰反问。当然，我笑着点头，冲远一点位置的郑兴南招手，小跑着过去找他。不久，我成为数以万计应届毕业生中的一员，投入茫茫求职大军。我的专业不算冷门，但也对就业有着一定门槛。历尽千辛万苦，找到一家不错的单位实习后，我像是抓住一根稻草，早出晚归，作息混乱，将一切精力投入其中。郑兴南在实习不久后重返校园开始读研，同时也担起了照顾我生活的重担，算好3餐营养，盯好重要行程，偶尔还要在我受委屈时听我的诉苦抱怨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闹着要辞职，然后在第2天继续没事人似的出门。柳福与周彦辰在朋友圈内公开恋情，我点了赞，送上祝福。日子如流水过去，转眼又是5年。郑兴南成了一名外科医生，我也在公司成了能掌控一个项目案的小组长。我们依旧当着邻居，保持着每周至少1次的共餐，即使是有时他一直在翻论文资料，我在不断回复甲方消息。但有些默契已如空气，不必解释都能理解的存在。我同柳福始终保持着联系，他虽没能如梦想中那样成为世界级的舞者，但也成功进入省级舞团，一如从前的优雅美丽，辗转于各地演出之余，还谈着一份甜蜜的恋爱。周彦辰与他留在首都生活，朋友圈内所见到的都是幸福日常，认识谁看了都忍不住叹一句天作之合。周彦辰成了一位保险经理，日常朋友圈可见的都是流转于各类成功人士的聚会，名表豪车，俨然也是小有所成。偶尔周彦辰也会在逢年过节时发些问候消息给我，我都客气回应。他也会问及我与郑兴南的关系，我都只以一个表情包回应，因为我也没有准确答案。最近常想起从前的事，那时候你总跟在我后面。你要是和郑兴南在一起，我大概会忍不住嫉妒吧。周彦辰回了我一则态度不明的感叹。柳周两家知根知底，柳福与周彦辰又都奔了30，谈婚论嫁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。两家人都默契而喜悦地在计划着一切，只等个良辰吉日，但周彦辰却总因工作而无法脱身。
柳福冲我叹息，他已站在30岁的门槛上，希望在秋天时的生日到来前将自己嫁出去，有考虑打算主动求婚，但又总在迟疑于时机不足。我的生日在夏天，尽管我不热衷于庆祝，但这一次主动召集旧识好友们重聚在当年高中附近的餐厅。重回故地后，我陪着柳福亲自张罗布置了一切，表面是为我的生日，实际是为他给周彦辰的惊喜。一切如计划进行，我是生日聚会的主角，也只是配角。彼时流光似雾，香气荼蘼，这场如梦幻般的欢宴是我精心布置的成果，每一处灯烛，每一片花叶，层层叠叠，都是我的小心思，既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心意，又害怕被某人知晓看穿。朦胧的光影铺展在这里，像一池温水任人沉溺，直到被柳福的那句周彦辰，你可以娶我吗被问出口，众人惊醒来，再醉去。当周彦辰愣立在那儿回不过神时，周福放在背后的手冲我勾动，我将准早就备好的戒指放到他的手中，他就笑眯眯地递出去。周彦辰由柳福为他戴上戒指，然后周彦辰拥抱他，亲吻他。我站在那看着，微笑示意自己亲自挑选的几名演奏者拉起他们2人的定情曲。我缓缓背过手去，将5指攒紧在身后指甲，深深陷入掌心。都说10指连心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，不过似乎也并不太难受。这花影重重的宴会布局是我的小秘密，让一切都眼镜光影，不着痕迹。我跟着旋律哼起这首曲子，它也曾是我们4人曾经喜欢过的一首歌，只是在周彦辰用它作为背景音乐向柳福告白后，我与郑兴南就默契的再不去听，毕竟2个人的定情曲，又正好有2只耳机能共听，我们都是外人。多年后，曲依旧，人也依旧，2个人的歌容不下更多的位置去共享。一对新人相拥时，郑兴南隔着桌子冲我举杯，我端起杯子绕过众人走向他，将中间的位置留给周彦辰与柳福，自己挤在郑南星旁边坐下。你酒量不行，别喝了。我将郑南星手里的酒杯取下，塞入一杯清水。郑南星笑着顺从点头。郑彦辰抱着柳福，却将目光投向我，唇线下沉。当晚，我清醒而平和地留到最后才离场，尽了一个主宾的职责，收场埋单，如任何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子。倒是郑兴南喝得酩酊大醉，趴在桌上怎么也叫不醒，不知怎么的眼角居然还有泪意。我都没什么，你倒喝成这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暗恋周彦辰的那个呢。我笑着给他擦掉泪水，顺手轻戳他的脸颊后叉腰叹息。凌晨的夜街上空旷静谧，出租车内，郑兴南歪靠在我的肩头，闭着眼睛。我望着窗外的夜景，放空思绪。本以为今晚自己会情绪万千，翻涌不能将息，殊不知只是这样的平静而温顺。等再回过神时，才发现郑兴南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半眯着眼审视我望向窗外的侧面，呆呆的样子让我忍不住调侃他一句：醒啦，才知道你喝醉后居然是个爱哭鬼。啧，难道是看别人求婚顾影自怜了？我只是心疼你。我的笑容有些僵直，之后再笑起来，拍了拍自己的肩膀，示意郑兴南可以继续在那儿睡一会儿，不用再多说什么。我将郑兴南送回家中后再归家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巷口遇上周彦辰。他还穿着今日赴宴时的衣着，一手插在兜中，一手滑拔着手机屏幕。当我在想着应该如何得体又大方地打招呼时，他也发现了我，笑着冲我招手示意。我等你好久了。周彦辰约我到小区旁边的公园散步，坐在路灯下的长椅上，他同我叙旧说起高3分开后的事情，如大多数人一样完成学业，在初入社会时连连碰壁，但好在最终还是有份能安身立命的职业傍身，加上些勤奋就活得上课，转眼步入而立之年。那时候我以为你会和我报同一个城市的大学呢，结果没想到你去了另外的城市。我选了自己喜欢的专业，还好。我笑了笑，说得风轻云淡。其实当初在我的第一次填报时的确追随了他，只不过在那年的生日过后，我更改了的志愿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专业，而没有为周彦辰选择去首都。周彦辰来握我的手腕时，我有些许的后缩，但他却表现得固执。反转手掌后，看我握琴弓磨出的茧，以指腹轻轻划过，轻柔暧昧，似有若无。一如此时我们头顶上那昏黄老旧的路灯光晕。听说你一直在练小提琴，我倒是从大2开始就放弃了。我抽回手，说起到近在眼前的婚事，他转动无名指上的戒指，向我说生日快乐，又说他其实还没准备好成婚，然后先行站起身离开。我没有料周彦辰会将戒指退还给柳福，更没有料到周彦辰会来到我的城市。当周彦辰握着一小束花站到我面前时，我的手机里还是柳福在向我寻求建议。多年的感情，柳福舍不得放弃，但也感受到了周彦辰不想步入婚姻成为人夫的态度。她是个独立且骄傲的女孩，对任何事都不会强求，包括爱情，不会丧失自尊的去纠缠一个男人。所悲伤与不忍的，只是自己的青春与多年的情感就此化为乌有的遗憾，又不确定该怎么与周彦辰在接下来相处。周彦辰说自己与柳福在冷静期，他想找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诉说心事，就想到了我，于是只身前来我的城市，连行李都没有带上一件。与郑兴南的例行聚会变成3人行，
郑兴南一如往常般张罗着下厨，在餐食上桌后，又因要值当夜的急诊班而匆匆离家，只让我们在离开时记得锁好门。周彦辰向我诉说与柳福的种种，年少的喜爱曾单纯又美好，可现实中会将美好的光润都一点点消耗殆尽，最后止于生活本来的粗粝面目。挂在高处时，它是天月边，白月光；落到掌心后，就开始觉得那不过是一盏白炽灯，看得久了，连那光都觉得乏味单调，毫无新意。其实时间久了才知道，你这样的女孩子才是最经得起岁月，像茶一样能回甘。我当年怎么就没意识到呢？周彦辰凑近我，带着醉意说得极尽暧昧。你醉了，我叫车送你回酒店。我将周彦辰送上去酒店的出租车，再去路边买一只烤红薯，要一袋炒素子，打车去郑兴南所在医院的值班室。郑兴南正在看书，抬头见识我进来便笑了，有些俏皮地撑起下巴问我带了什么好吃的。你从来不在，今天不值班，是故意和人换了吧？做好了饭，一口都没吃就走掉。不，郑兴南只笑着起身，领我到办公室外面的院子坐下吃东西，以免弄脏医疗场所。对我的询问不予以解释。你是算准了我会来吗？瞧你开心的劲儿，万一我不来呢？看郑兴南包着素子吃得开心，我反问他：如果你不来，我也替你开心。我知道郑兴南在想什么，他见过我年少时暗恋的模样，明白我的小小心思。如果我选择留在周彦辰那边，他会替我开心，这就是他的个性，总是温和而善良。从医院离开时，在医院外面遇上周彦辰，我没有显露太多意外，随和地笑着与他打招呼。我知道他没真的喝醉，一切不过是欲盖弥彰的把戏，想要让郑兴南知难而退，让我今晚留在他身边。只是没曾想，我仅是将他打发上出租车作罢，自己只身前来找郑兴南。你打发掉我，就是为了来找他？周彦辰问。他胃不好，不能饿，只要是他值班的日子，我都会送些宵夜过来的，并非只有今天。你怎么会喜欢他呢？他和我一点也不像。周彦辰有些愤怒地反问。的确和你一点都不像。我笑了笑，再反问，为什么像呢？他自己就是很好的人。周彦辰无法接受我这样的态度，在背后冲我喊出了一句我藏了多年的小秘密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对吗？从小就喜欢，我知道的。你为了让我喜欢，就去学小提琴，为了变得更好看，就锻炼减肥，更因为我和柳福在一起，你就每次特意避开我回家的时间，这么多年躲着不见我，我都知道。如果你是因为我从前做过的事情在赌气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会做任何事情来弥补的。周彦辰会向我告白，可以称之为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事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声势浩大。就在路边的餐厅，他将花塞进我手里后，说出些对我的爱慕言语，自我检讨着当年的少不更事，以及岁月渐长后才看清自己心中所爱的幡然醒悟，让路人都不禁鼓掌称好。那一刻，我从路人的眼中也看到了当年的神情，就如同我曾看周彦辰与柳福的样子。好一对天作之合，佳偶天成。路人起哄着让我接受，周彦辰也没有给我余地。出于顾全场面与得体的社交礼仪，我向他道谢，请他换个地方，我们聊聊。在离开前遇上郑兴南也算不得意外，毕竟本是有约在先。原本计划是三人一起用餐，即将结束假期离开的周彦辰送行，如今则有些尴尬的让他成为了那个多余的存在。我知道，这也是周彦辰向郑兴南的一次宣战挑衅，想让他知难而退。你们先去吧，我去单买。郑兴南笑着挥挥手。周彦辰与我在一处公园坐下，说这些好听又动情的话。他的样子其实还是那么好看，可我却已然不会再脸红心跳，只是安静地听着。最后问他将柳福置于何地？我会与他分手，以后只是朋友。周彦辰当着我的面向柳福发了分手信息，柳福的对话框约有半分钟的安静，之后回复了一条同意且祝福他的回信。你知道吗？柳福当年是有机会出国跳舞的，因为在和你交往，所以他生平第一次将梦想放到第2位，将你挪到了第1位。我望着信息，有许多话涌上喉头，可最后也只是平静地提醒了一件多年前的旧事。他很好，可我现在喜欢你，胜过他。我摇摇头，放那束花到他身边的椅上，自己起身离开。我将周彦辰向我告白的事告诉给郑兴南，询问他的意见时，他正将包好的饺子放进铺了层薄薄面粉的筐中，头都不曾抬一下。我要去趟外地学习，大概半个月不在，有空来浇下花。饺子你拿回去放在冰箱，想吃的时候自己煮，记得煮沸后添点清水再起锅，这样不散皮儿。我知道郑兴南会去外地，但没想到那么迅速。第2天清早睁眼就发现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，朋友圈里是一轮异地的日出，没有任何配字。我想问他怎么不告而别，从前去哪儿都会当面告别一下的，毕竟身处异的两人早已如亲人，可写下的字最后又全都一一删除，只是在那轮日出下点一个赞。郑兴南这一走就是小半个月，日常也会有3言2语的闲聊问候，但他似乎有意在与我隔开些距离。柳福在某天午夜时给我打来一通视频通话，我靠在床上接起后，见到他在嘈杂的国际机场，并且从那机场的天光大亮可以知道，他已经与我不在同一个国度。那是在德黑兰转机的间隙，柳福想了一路，还是决定与我告个别，尽管他已经先飞了一段行程。
周彦辰对婚姻的逃避或许让他有那么些失望，但也很快的让他觉得庆幸。他曾为了周彦辰放弃舞台梦，如今反倒再无顾忌，毫不耽搁的再次为梦想出发，不论成败与否，都是一趟永远不会后悔旅程。我们都没有谈及关于周彦辰的任何只言片语，仅是作为好友与伙伴送上叮嘱与祝福，约好保持联系，下次再见。周彦辰离开了几日后又再次回来，还带回一件礼物。当他掏出来递到我面前时，从那有些泛旧的琴身上，我认出些岁月痕迹，不只是对周彦辰的，也是我的。我曾替他背过几次琴匣，那种重量与手感似乎还尚算熟悉。我特意回了一趟老家，找到了他。我知道，从前我练琴的时候，你就经常躲在外面偷看，后来还把存了好久的钱付小提琴的学费。这么多年，你能将小提琴学好，其实是因为我吧。我摸了摸那琴，这曾是一把好琴，只可惜多年未有人使用，约摸着也是放在处不起眼的角落蒙尘，没有保养得当的，它现在实在有些可惜。我给郑兴南发去一个地址，然后邀请周彦辰出去走走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从房间取出自己的琴背上。我带周彦辰去大学旁边那处公园，在大学的4年里，只要条件允许，我就会在傍晚来这里练琴。公园里在地里打太极的老大爷与我算是熟人，笑着冲我招手示意后，多看了一眼身边的周彦辰，有些欲言又止，可最终也没问什么。我知道他大概是疑惑，怎么身边换了个人。我站到老位置，架上自己的琴，如从前那样拉起练习曲，音乐随风散开，伴着头上树叶哗啦啦作响，渐渐吸引路人驻足围观。周彦辰欣赏着我的演奏，审视着我的模样，眼里的崇拜与欣赏清晰可见。我想，或许当年我就是这样看着他，时至此时，他就如当年的我。一曲结束，围观的人群中涨起掌声。周彦辰尤其激动地冲我走来，可在周彦辰握上我的手之前，我客气地鞠躬弯腰，恪守一个演奏者的礼仪，向观众回礼，避开与他的距离，礼貌而疏远。在我的眼中，他周彦辰同这里任何一个驻路听琴的路人一样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，这就是我给他的明确答案。其实我能练好小提琴，是因为多年来有个人在黑暗中始终打着一束光陪伴我，从一开始直到现在。而我还想要未来依旧继续。我将目光投向人群之后不起眼的树下，那里的人似乎有意不想引起注意，但我只凭半边身子的轮廓也能知道那就是他。我笑着穿过人群奔向树下，他不想主动显露人前，我就来到树后，径直拥抱他。郑兴南，我等了你好久。等我什么？等你说喜欢我。不过现在我不想等了，所以还是由我来告诉你吧。我喜欢你。我以为他才是你的白月光。是，你的确不是我的天边白月光，因为你是我的3餐4季，一桌2人，像冬时的棉衣，夏时的蒲扇，可食一杯水，荒时定心丸，当然不会远在天边，那是空气，无处不在。我早把你和生命的必须条件列放在一起计算，不可缺失呀。所以，请和我交往吧。好恣意的情事，像风一样无处不在，又从不显露真容，欢喜的掩饰唯一窥探他真容的窗。而我早从郑兴南的那扇窗中看见最美的风景，决心在此间驻足，再不离开。